Hello， 大家好，我是 F1 中国车手周冠宇。因为职业，我必须要居住在欧洲，回到上海才是最有家的感觉。在国内肯定是也需要考驾照嘛，哪怕堵车什么的，我愿意自己开车，我不愿意坐在副驾，因为我觉得自己开车更信得过一点。目前还没有超速过，很庆幸中国站回归了。这2年参加 F1 比赛比较遗憾的一个点，我希望回到我最初的那个赛道，上海的国际赛车场，因为那条赛道让我想成为 F1 车手。很小的时候，车子停在停车场，我就喜欢在主驾，坐在父母的腿上去触摸方向盘，喜爱汽车模型、卡丁车。04年中国大奖赛第1年来到上海嘛，前往了现场，感受了整个赛车的氛围。那时候赛车引擎还是 V10的引擎，可能隔着10公里都可以听到这种轰鸣声，所以对我打击还蛮大的。我就希望可以有朝一日成为世界上最快的20位车手。其实人生中的第一次比赛卡丁车，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后面车失误，整个卡丁车从我的手臂上飞过我的额头头盔，然后落地，不得不退赛，然后直接就去往了医院。缝了3针，才8岁左右。那一次在医院里，父母问我是否想继续赛车的时候，我就非常坚决地点了点头。从那以后，可能父母就下定了决心，无论是怎么样，去全力支持我。F1 赛车时速极限高达360，从发车起步阶段到200公里，它只需要3秒左右。每一次进入刹车点的时候，相对于说踩一个100多公斤的这种铁片，我的颈椎还有脖子的维度明显就是宽了很多，和我自己的脸型差不多融为一体了。我自己从小非常的内向，12岁之前都在上海度过。出国为了就是比赛，因为我的卡丁车车队是在谢菲尔德，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中国人，从一个语言完全不通的环境下自我成长。1到5在学校，然后周末就去比赛训练，作业什么的都是在旅程中完成。回到上海才是最有家的感觉，很庆幸中国站回归了。锅贴不能错过，大饼油条也不会错过，更多的是想念可能很久1年才见一次的家人或者朋友们。所以很小的时候就对这方面蛮有兴趣的，把自己平时穿搭的展现到赛道的围场当中，整个这个概念跟我自己在国内上海的自己的小窝玩电竞，我会打 CS， 包括这个电竞椅和我家里是一模一样的配色。现在比较重要的是中间的是金渐层，从1月中旬开始就完全会非常紧绷的度过接下来的11个月。我希望在中国大奖赛当中给他们奉献场自己最好的整个水平发挥出来。车手的一个赛车生涯极限可能到40岁非常残酷，你每一年都需要去跟最强的那19位车手去竞争。希望可以在我生涯结束的时候是以一个 F1 车手的身份去结束的。